好，刚刚谈了马斯克跟川普，哇，这个两个打起来哈，这个很精彩啊。马斯克说川普你忘恩负义，不是我的话，你大选就输了。我捐你多少钱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马斯克在美国年轻人的偶像啊，多少年轻人崇拜他，能够这样白手起家赚那么多钱啊，这个事业那么大哦，什么都搞，又搞电动车哦，对环保有帮助，又搞火箭，又搞太空啊等等。所以呢，这个马斯克赚到马斯克原来是在民主党那边啊，是因为他后来因为自己家里有事情啊，等等，因为什么多元化性别等等这些东西搞的，马斯克才跟民主党翻脸，跑到共和党这边。所以呢，他认为说他对川普的当选有很大的贡献，但川普一定不这样认为，川普一定说不是靠我，他妈靠你呢，所以川普就回呛马斯克说他越来越没用了，是我叫他离开白宫的。上个礼拜两边还演。说哎呀，虽然你离开白宫，将来我们还是好朋友啊，随时欢迎你回来。现在翻脸了我叫你离开的，对不对？我叫你滚蛋你在我政府里面搞什么，对不对？拿大刀乱挥舞，我叫你用手术刀，不要用大刀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就说了，川普应该被弹劾，根本不该跟总统的，应该由副总统范斯接任你看不讲话都很难听了嘛然后呢，这个白宫说这个令人遗憾。这叫副总统上来叫总统滚蛋这不是很令人遗憾吗那另外呢，这个从原来是肝胆相照到公开翻脸所以呢关系反复然后呢这个马斯克收购了 Twitter， 然后呢这个而且解封川普，原来 Twitter 是不登川普的东西的然后呢川普被暗杀未遂，马斯克呢公开表态支持川普，那后来呢两个人形影不离然后但是外界有担心，马斯克没有经过选举，有这么大权力在里面大刀阔斧搞，会不会权力太大了然后呢，马斯克准备离任然后呢跟川普为什么分手，终于原来不讲，现在终于讲了然后这个 NASA 的署长人事案也是静音，所以呢这个马斯克推荐人川普不用然后呢还拼命这个砍他的预算，所以后来就翻脸了那因为马斯克一定这样想，就是说我帮你不少我让你害我的特斯拉已经股票价钱一直跌，我损失惨重对吧？弄了个半天你还不感激，还叫我滚蛋所以因为我在内阁跟你几个部长处不好，而且我大刀阔斧的删减预算，我删了预算删了个半天也不过删几千亿，你搞一个什么你的大而美的法案，就让我美国可能增加了好几兆的这个支出。那搞半天你叫我删什么？我得罪一老票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川普就是我把你的这个太空预算都给你取消。所以昨天特斯拉一天下跌14%多，14%多，这美国是很大的这个下跌那这个马斯克越讲越难听，说呢你川普在淫魔富商少女岛的名单上，哇，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他说呢，这个川普不想曝光，因为在淫魔的名单上。而且呢，还翻出相片来，这川普跟这个淫魔叫普斯坦这个爱普斯坦多年前的相片。这 Epstein 2019被捕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突然轻生身亡，我觉得是被人家害死的。什么他好他干嘛轻生呢？因为他知道秘密太多了，他能让你活，把你搞死所以外界对他的死因存疑那他的前女友因为协助犯案被判20年有期徒刑，但是 Epstein 已经挂了死了所以他有一个 Epstein 的 file， 这个 file 里面就有很多哪些美国的有名的人，哪些富商然后呢都在这个档案里面那另外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民众对他死也起疑，怎么回事？他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案子，他那个 file 里面有这么多案件就死了，不明白就死了白宫现在发觉哇，这个再搞下去马斯克有什么担心的呢？马斯克最多损失一点钱而已嘛，对他的钱又算什么呢？他就答应捐给川普3亿美金已经拿了2亿出来了，还捐给其他川普共和党的其他的选议员的人对不对？或选法官的人所以对马斯克来讲，也不过就是多一点钱，3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1000亿美金，这个差别而已嘛。那你川普在白宫，你要干得下去干不下去，
对不对？真的打起来谁会损失？对马斯克就是钱嘛。对你川普来讲，你损失可能很大。所以呢，今天白宫就说：“哎呀，算我们不要吵了哦，我们安排要跟马斯克通电话，所以说今天要安排川普跟昨天跟习近平，今天要跟马斯克哦电话里面去安抚一下哦，哎呀，不要再扯了，大家这个和为贵了等等哈。”马斯克昨天就损失了340亿美元，历史上第2大损失哦，因为川普说要取消他跟联邦政府的各种这个合作的计划哦。那所以呢，现在认为说呢，可能2败俱伤哦。我们看一下，拆伙短短6天，川普和马斯克瞬间从好妈鸡反目成仇。马斯克在卸下白宫职务后，在网络上连珠炮攻击，目标锁定美国总统川普。But I'm very disappointed because Elon knew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is bill better than almost anybody sitting here. No problem with it. All of a sudden he had a problem. And he only developed the problem when he found out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cut the EV mandate. 川普大而美的税改法案成为2人撕破脸的导火线。马斯克一整晚在 X 平台上连环发文炮轰川普，甚至抛出核弹级爆料，指出川普也在爱普斯坦的名人性交易名单上，还发起网络投票问是不是该成立新政党，还说他赞成弹劾川普，将白宫交由副总统范斯来掌舵。Elon endorsed me very strongly. He actually went up in campaign for me. I think I would have won. Susie would say I would have won Pennsylvania easily anyway. People leave my administration. Some of them embrace it, and some of them actually become hostil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t's sort of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I guess they call it. 马斯克更毫不留情地痛批川普忘恩负义，指出要不是因为有他，川普大选早就输了。只是2人开撕，特斯拉股价也跟着重挫。For EV, everyone knew tax credit was going to get taken ou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he surprise. It's this battle between friends. That basically, these are almost like a junior high school battle that is now happening between Musk and Trump. 因为特斯拉股价一天暴跌14%，市值蒸发1520亿美元，相当于台币4.5兆。这也让马斯克的身价一夕之间损失将近340亿美元。好吧，这个因为他这个 file 哦，里面不知道哪些藏污纳垢，搞了一堆人，突然不见了就死了。那检察官、法院呢，本来是说要公布他那个关在牢房里的监视器到底录了什么，到现在也不公布啊。川普在选举的曾经讲，我当选后要把很多资料解密，他解密了一些啊，但对这个档案都不解密的，所以大家在奇怪啊，到底要掩护什么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呢？哦，这个很奇怪嘛。然后你。确实，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川普上来之后，他不止解密了 UFO， 他也解密了甘乃迪的刺杀案件。所以现在坊间很多人都说，你连 UFO 跟甘乃迪被暗杀你都解密了，爱普斯坦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解密？但你回过头来再看，就是说爱普斯坦的这个名单牵涉确实很广，而且都是名人。但在这所有名人里面，如果川普出现，我还真的觉得我不会觉得特别意外，因为这些名人里面有很多在道德上看起来比川普都还高很多的是啊，对不对？所以川普在里面，你会觉得意外吗？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川普原来名声就狼藉了。对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勾登笑啊，什么对呀，什么风暴女啊，所以说老实话，我也不会太觉得意外。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回过来讲，就是说现在的美国真的是在一个所谓的这种生死存亡或者非常严峻的这个状态里面，你看美债是36兆，你现在给大家的90天的这些缓冲期，你的关税谈不出来，你的美债解决不了，今年光6月要到期的美债就1.2兆了，然后现在借新还旧的状况也不好，然后呢，你跟中国的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现在还在卡关当中，讲白了，双方互信基础不好嘛。那你之前为了解决你的美债问题，你把你所有周边的盟友都得罪了，日本、韩国现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能拖就拖啊。那欧洲更是觉得奇怪，俄乌战争在打，然后你不制裁俄罗斯，你还制裁，你用关税来对付我，所以等于。你看，整个川普在整个美国现在的状态，外面光是整个外交跟经济的这个状况就已经这么严峻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居然在他自己的内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你来看，就是说你会对川普今天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讶异吗？我个人是不会，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川普的第一任他最信任的人是谁？是 Kushner， 是伊凡卡的老公，对他的女婿。那
后来在这一任，他一点角色完全现在他儿子了，改变了。现在是巴伦，对，所以川普他身边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派系斗争，他有他的MAGA派跟所谓的这个精英派。可是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川普这种随性式的执政。完全没有所谓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谈判上有时候会给他得利，但是你看，当他所有想要处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当他现在所有发动的这个闪击战全部都卡住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全部一次反噬回来，那当然会大家觉得奇怪。所以你看，马斯克，我觉得他当然我觉得大而美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他整体一开始是要帮整个美国的联邦政府削减开支。结果你现在给我一个，我弄了乱七八糟，得罪了一大堆人，然后最后美国说他差不多大概省了1200亿左右，大概1200亿美金。他说你这大美法案已经弄下去，我省了那1200亿全部都没，我得罪了这么多人，得罪到我特斯拉的车子，我特斯拉的工厂到处被砸，还被人家砸，还被人家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可以观察，就是在南非这个问题上面，因为川普见南非总统，当众拿错误的资料羞辱他。这整个的资料跟整个的论述，其实是马斯克告诉他的，因为马斯克是所谓南非裔被迫害的白人，所以我觉得川普在那一段时间，他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么相信你，你居然骗我。所以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短期跟长期性的原因，但主要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现在要担心的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当川普把他的内外跟经济都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国家现在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最重要。现在再去扯东扯西，或者是让自己陷为危险的地方，实在是没有必要。赵先，我补充一下，这个淫魔这个实在是太精彩了。好，就是说，因为川普跟这个马斯克的对决，就几分钟就一下子之内哦。第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呢，他先在他的推文里面呢，他去转推这个马来西亚的右翼评论员啊。他在这个马斯克的 S 上面就说，总统对决马斯克谁会赢？我压马斯克一票。然后呢，川普该被弹劾，然后由范斯来接替。哇，不得了！然后川普这边呢就大大的反击啊，就反击他，就把马斯克呢骂了一顿之后呢，马斯克就在抛出来，就是说他在淫魔名单上，所以两个人呢就在互相进行。这种毁灭哈，因为对于马斯克来讲的话，他没有什么损失了嘛。你已经把他的特斯拉呢搞得这么惨，然后你也不给电动车补助，然后你要取消他的那个合约啊，火箭的这个合约等等哈。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当然很气呀哈。而且呢，这个淫魔名单。这个人啊 ，Epstein 他当时的时候呢闹得轰轰烈烈，最主要的是因为哈。他的这个淫魔名单里面呢，因为他就是 Loretta， 就是那些的都是未成年少女了，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嘛哈。然后安德鲁王子是英国女王非常喜欢的一个儿子哈，结果你看搞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到后来就被王室把他除名，把他隔开了。克林顿。好，马斯克自己也是啊，他就跟那个Epstein 的女朋友也有合照啊。这个下面就是他跟他合照，然后川普也跟他合照。就川普呢，他这个人啊，道德之低下，或是完全都没有什么，都是大家知道，就是如同刚才洪婷讲的。可是这个男人呢，就是很糟糕。你说他那个风暴女。大家都成年人嘛，你要去你们两个两情相悦，有什么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是呢，你给人家的这个和解费，拿你的竞选经费来去支付，怎么有这么低下的人呢？好，也不然后呢，给的还不够，好，就是很差劲嘛，怎么有这种男的？然后呢，这个有这么难，但是呢，我要说，我们台湾的法官呢更无耻啊！你看陈宗彦，这小云，他还帮他做那个什么做说明哦。哎呀，很难证实这个陈董呢就是那个陈董。哇，我们的法官呢非常的高明。我们要呼吁检察官赶快上诉。不是，我们要呼吁呢，川普呢，你要不要想想看，这个全世界呢最好当总统的地方，不是只有习近平啦，不是只有习近平那国家主席，台湾啊，欢迎你到台湾来呢，我们一定呢，你爱怎么玩，爱怎么搞，我们法院呢通通会开红灯，爱开绿灯，随便玩。美国法官可以说叫川普人很多，你怎么知道那个川普就是这个川普，这个川普就是那个川普呢？
哦，那刚刚洪你讲到说，这个马斯克白人受到镇压，最早的时候南非是白人镇压黑人，黑人很惨，到了晚上哦，在那个约翰尼斯堡那些大城市里面，黑人是不能住的，都要赶到外面去住在那种部落帐篷里面的，好的旅馆黑人是不能住的。那黑人得势以后呢，压迫白人，哦，这是一报还一报，南非就变成这个样子哈。那川普跟马斯克恩怨情仇，到底会影响到什么地步哈？因为他们的影响，美国也会影响到全世界啊。休息再回来。好，我们讲这个 Epstein 啊，那当然马斯克现在跟他翻脸，资料都翻出来了啊。Epstein 最大的问题啦，就是说他媒介的中介的是未成年少女，在美国这个是很严重的。你未成年，成年大家就算了，你情我愿啊，这个另外一回事。未成年对老美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哈。那当然，川普他不要脸啊。也不是第一次，你记得吗？上次跟希拉里在辩论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恶劣啊，对不对？然后他听说希拉里要把他的这些劣迹搬出来，他就把克林顿以前的女友都找来了，骚扰过的，对啊，他们来6个，好像我记得6个都在辩论会场。你像你如果去辩论，看到心理压力大不大？一看他就问希拉里啊，你怎么没好好管好你丈夫呢？你丈夫怎么搞这6个女人呢？你还讲我，这是很恶劣。我觉得在台湾都候选人都干不出这样的事情，川普可以干这种事情，就要成功了，上次就成功就当选了。好，那这个所以基本上了哦，就是说，那你说马斯克是不是因为川普因为不支持电动车？其实我认为不是，为什么？川普早就不支持电动车了，川普的政见就是不支持电动车，不支持绿能，马斯克知道的，但他还去帮他。哦，那拜登多支持电动车啊！在美国要花多少钱布那个充电桩？拜登那是他的这个政策，但马斯克能够不因此而支持拜登，甚至支持这个川普，为什么？就他想帮他做一些事，他的认同他的理念嘛。你不支持我的电动车也没关系，但是问题是我牺牲很大以后，搞了半天你也翻脸了。川普把他赶走，现在看起来是川普把他赶出白宫啊，不要他在白宫继续搞他的这个Dodge 哦，不支持他这个东西嘛，所以马斯克才火大，才翻脸，就是这样嘛。来，志涵怎么看？我记得我以前看过，我对这个淫魔名单不是那么了解啦。不过我们之前应该大家都有看过《甄嬛传》哦，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以利相聚，必然会为争利而散”。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2个人发动了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核弹式的攻击。首先看到的是川普有威胁这个马斯克说要终止很多这个政府跟他的相关的企业的一些合约。那当然马斯克就觉得不爽了嘛，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呢过去为你得罪了这么多人，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马斯克他的权力过大也是川普给他的，而他们在执行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法案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要这个裁减一些不当的支出，或者希望呢能够把一些这个冗的部会把它裁撤掉，但他们显然都只有用企业单一的角度，而且用企业极大化的角度去做相关的措施，而这些东西其实是不符合一个政府在经营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社福、你的教育，你该有的都还是要有，但是他们往往只有看到这些经济的效益，或者是说太过片面，用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还有这个商人的嘴脸，在运作整个政府的模式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反扑过来了。现在就算马斯克祭出了这个核弹型的攻击，他又能够争取到多少的支持，能够有多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想一想也是蛮可悲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其实你看到川普现在跟马斯克2个人整个闹翻，你就可以看出来整个川普的性格，就是说他其实落实了一句话，我们过去都说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可是川普是什么？他是没有朋友，然后他可以把他的朋友变成敌人，然后把他的敌人比方说中国好像是他的朋友一样。那我们再回到中国跟美国两位领导人他们两个的会谈，像刚刚伟山有说，我们不要去为他人唱和，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两个人呢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的角色不见了。应该是说川普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一再的告诉他说，你要正视台湾的问题，而且重申了一中的原则。这样子的对话内容，在今年1月份他们通话的时候同样有谈到。而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他对于两
位这个国家领导人谈到了台湾的问题，而你的角色、你的态度又是什么？其实，在他们两个通话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作为台湾人，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会羡慕。其实习近平说什么？习近平说，中国呢是一个有诚意、也有原则的国家。那我们的原则到底在哪里？当你看到央行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我们没有屈从美国，我们的汇率没有不当的上涨，而且我们跟美国的财政部保持良好的沟通，结果人家继续把你列入观察名单的时候，你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一任，现在看起来是科技新贵跟传统右派好像又分开哦，分道扬镳。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个脉络看起来，当然很多人会讲说他们两个分道扬镳，很多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X 平台的问题，因为有所谓的希望透过禁止 TikTok 等等，那还包含了电动车的补助，甚至是SpaceX 等等都有。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比较像是川普一开始就是拿马斯克来骗票。这个我倒觉得比较有这个脉络感，就是说，川普当时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有马斯克的加入，这个团队、这个形象的话，有助于他在总统大选里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当时贺锦丽的团队找了复仇者联盟出来都没有用，因为抵不过一个科技新贵。最后我要讲的是，在马斯克眼中，他认为是商人跟商人之间有一个 negotiation， 然后大家取得一个信任。但终究他忘了，川普另外一个身份叫政客，所以呢，商人玩不过政客这件事情，无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都曾经发生过。对了，就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就马斯克在美国是很受年轻人崇拜的，本来是非常受年轻人崇拜。但提到年轻人，觉得他就是个天才，创业天才。因为老美很重视创业，又有钱又创业，所以本来是很喜欢他的。那他现在变成他一直支持川普以后。原来民主党的智者可能不支持他去砸他的车，他现在骂了川普以后，共和党的智者也不支持他了，所以昨天一下子股票又跌了14%多。来，伟善。像马斯克他本身，因为他在中国的这个商业利益真的还蛮庞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电动车王国在中国基本上的这个厂这个非常的多，那所以他的这个经济命脉跟中国也是绑在一起。其实这几年因为这个中国他就是急于做这个世界的老大，也急于要去用这个威权的方式去改变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当然后来慢慢整个美国的共识，包含不只是精英，但包含那个一般的民众也都认为应该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所以他本身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在一个政策的观念上，在他本身的这个在川普的这个团队里面，他可能就是比较特别的。那所以如果说在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可能是互动上面，或者是一些政策上面，如果有所抵触的话，那当然多少会有摩擦，这是可以想见的。那刚刚志涵谈到的所谓的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其实不一样，中国是所谓的一中原则，而美国是所谓一中政策。美国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里面，所有的6项保证其实全部都有完成。那美国也是持续给台湾军售，来给台湾足够的捍卫的能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确实是跟台湾站在一起，那也是希望台湾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捍卫台海的和平。那我想这件事情，台美之间的感情，其实一路以来在小英总统的过去8年里面，其实是持续升温。那美国国会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台美友好的法案不管是在经济上面的，或者是政治上面的，其实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越来越紧密的。那进。我每次听这个伟山很辛苦啊！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就是帮这个民进党在讲哈，当然他有他的角色跟立场了哈，但是就是很清楚的，我们又看到现在在川普处理下的这种，不管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乌克兰之间啊，他怎么处理俄罗斯跟乌克兰，怎么样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了啦哈。我刚才讲第一点就是说，当今天呢，中国大陆呢最强调的是说，这个特朗普呢欢迎这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的时候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要观察的是，你这个 Rubio， 你这么强硬，对不对？你那时候说要撤销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签证，你什么时候收回去？然后呢，你这个他 Hexas 他们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上面呢，对中国讲的这些的很呛瞎的这些语言的时候，通通都要收回去的啦。从马斯克的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呢，整个川普政府只有一个人讲话才是最终的算数，就叫我川普。你们什么这些人呢？你们到对中国摆出的这些的强硬姿态都没有用。好，
然后根据川普的之前的时候，他非常信赖的那个班农啊，他分析马斯克跟那个川普翻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翻脸，而是说他非常的气愤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不是本来五角大厦好这边呢要针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国务院要开一个会嘛啊，后来就是有媒体把他给曝光出来啦，觉得你马斯克怎么可以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的时候，他就被取消了，所以那时候呢，马斯克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哈，然后他认为呢这是一个关键点，但是呢，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呢，是因为班农的这些人本来也就是批这个中国呢，批得非常的强烈的强硬派的啊。他们对于马斯克呢，在这个川普身边，跟中国大陆有这么好的一个关系，然后还跟这个川普这么近，本来就有一些吃味的地方在。所以呢，这一连串的事件呢，就是真实的是要告诉这个赖清德政府，不要在那边做春秋大梦了啦哈。你现在呢？不赶紧的呢，这个上紧发条哈，好好的呢去把握住呢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原则，一天到晚呢那边想着大罢免大成功，台湾呢就会被赖清德给害惨了啦。休息一下再回来。